今天用的是这张卡纸啊，是50×50的卡纸。刚刚的这个构图有给大家有讲，大家画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瓶子画在哪里。这个是中线，然后这个瓶子是画在这个左边哈，瓶子就画在左边。你要大概这个瓶子要占这一张纸的一大半，好，我们先还是一样，用淡墨，淡淡的墨来勾出这个淡淡的墨，加了水的，调一点淡墨，来先勾出这个瓶子的这个形状。然后笔上你可以在这个纸上蘸掉一点，不要让水分太多了。你画一下，有点干的这种感觉，不要太湿了。好，我们大概的画一个这个瓶子的这个轮廓。好，淡淡的啊，不要太深了，一定注意不要太深了。好，这样子过来画一个大缸啊，这个你们画的时候如果画不了那么圆，画不了那么规准都没有关系，这个国画不像油画一样。一定要按照这个实物1比1的去画的这么规整。大概把这个形画出来，然后我们里面再画花。因为为什么要先画出这个形？画出这个形才知道这个花在这个瓶子里面。好，大概这个形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开始画这个花了，好不好？开始画这个花。现在我们笔刚刚已经把它画干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画干了，它的毛都有点散开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蘸一点底色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这个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，用这个笔肚进去蘸一点底色。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调还是一样的去调这几种颜色。好，我们想把这个花画得更嫩一点，我们把这个深绿色里面再加一点藤黄，让这个让这个颜色变得更加嫩绿一点。因为我感觉，我想让它在瓶子里画，我让它更加水灵一点，好不好？更加嫩一点，再加一点藤黄。这个颜色由你们自己决定，你想它深一点就深一点，你想它那个绿色深一点的绿，或者是想让它浅一点的绿，由你自己决定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调还是一样的调色，先调这个藤黄色，两朵花，等一下我们画的时候颜色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微差，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一定要慢慢的晕到1/2的地方哈。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，让这个颜色慢慢往上，然后一边转动笔，让它360度都占满这个颜色。就是我上一次看作业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些新朋友，他的颜色始终没有到这个上面来，
始终笔上面没有颜色，所以它显得这个画上去水分特别多，没有开。所以你们要调久一点，而不是说调2下就可以。你看一下我在直播间示范调了多久。所以说你们调色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慢慢来。好，这个藤黄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嫩绿色。这个嫩绿色同样是调的1/2，但是都是慢慢浅浅的一层，慢慢的晕到笔的1/2的地方。这个嫩绿色也是一样，慢慢的调上来啊，慢慢的调上来，调到笔的1/2的地方。由深到浅也是到了1/2的地方，好不好？然后笔尖再蘸一点，再调一点这个深色的深绿色，这个深绿色我们调到笔的1/3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我们笔尖来一点点胭脂，我们让这朵花有一点胭脂色，不用胭脂也是可以的哈，不用胭脂就直接用这个深绿色，或者是来一点这个太极蓝也可以的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朵让它有一点胭脂，好，我们这里来一朵哈。这个花还不能画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花稍微的让它简单一点点，不要太大了。看一下一朵花占的位置啊，占这么大的位置。好，从这里开始啊，从这里左边这一朵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这一朵往这个方向朝这个左上。好，从这里下笔，我们开始还是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那一笔推过来，然后一边一笔，一边一笔，可以一笔大，可以一笔小。好，这个画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。你看我这么仔细调颜色，还会没有调匀？你想一下这个颜色是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调匀的。你调几下就想它匀，真的不行。你看一下，我调了这么久，这里还是没有调匀，这里是不是堆了一堆颜色在这里？刚刚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调色真的很重要，要很细心，很慢，好不好？然后笔尖再来画一笔之后，笔尖要补充一点深色。如果没有深色，你都是浅色，就分不出来这个花瓣。然后我们再画这个旁边的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啊，侧面的这个一笔，然后大一点的一笔，然后拖一笔，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。那这边，然后两边都有这个侧面的花瓣，那这边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姿态，那我们这边我们就要画不一样姿态的，我们要这个侧瓣要让它大一点，要它宽一点，有所不一样，那两个稍微的有一点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画，再往上，这个花瓣再往上包哈，我们要画一个稍微包起来一点点的，稍微包起来一点，那这个花瓣里面还会有这个层次，有这个层次感。好，往里包。这个层次让它有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，不要全部都是一样大。这个往里包，往里包啊。因为我们要画这个包菜型的，所以我们的这个花瓣要往里包，那个包的里面可以再有这种小的，让它有大有小。你看我现在笔都是补充这个笔尖的这个胭脂这个深色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稍微大一点。好，这个包的可以再往下包。那两边有所不同哈，这一边是这样子的包，那这边我们让它变一下，让它大一点，这种大一点的这种，两边的花瓣我们让它有所不同。
让它不一样。虽然说都是往里包，但是包的有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可以再补充一点其他的颜色，都补充一点。刚刚我们一直在补充笔尖的这个深色，其他颜色都没有补充。那现在我们再补充一点其他的颜色。好，这种还有一些小的这种包起来，还有这种小的细节。这可能长出一个花瓣往外翻的，这个也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，它往外翻。这还有一些包起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框架都框好，框架都打好。每一个画这是常规型的，或者是这个塔式的，都是这样子，都是把这个框架先给它打好。好，这边下面我们来一个包起来的，外面这里可以再来一个小一点的。你可以来一个反面的，让它有一点这种变化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这个框架搭好了，框架搭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把里面的正半，现在是画了所有的这种反半，那反半画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去补充里面的正半，补正半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加底色啊，里面可以加水。加水是为什么呢？加水是为了颜色更深一些，因为里面我们可以加太白啊，也可以加这个底色，底色它有一点粉哦，所以说它的颜色没办法说想要你想要更深一点，它就到不了你想要达到的效果。所以说你正半的时候，你想要它颜色更深一些，你就加水；你想它的颜色浅一些，你就加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颜色调饱满一些。我们现在补充这个正半，把颜色都调饱满一些哈，都调饱满一些。这几种颜色都调饱满一些。好，笔尖还是一样，蘸一点点这个胭脂，好，这个画心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中间这一层，我们还是一层层的把它补上去啊。当然，我们补上去这个一层一层的要有区别啊，不要直接画圆，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好，这个中心部分有一些更深的，最深的。好，再加一点深绿色，稍微加一点深绿色，然后笔尖再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去补充这些地方。
包过来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补充一点颜色。笔上如果水分还够的话，还可以再补充一次颜色。好，然后外面的再补充一些颜色，继续补充颜色。只要笔上还没有干，你就继续补充颜色。如果笔上干了，你就直接补充水分，然后再调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继续来画。继续来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。好，下面一样的，继续把这个正面的花瓣，我们这一朵这个绿色就用了一些胭脂，就跟之前的那个绿，这种颜色我们之前也是有画过的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画过吗？好，笔上只要没有干就继续补充颜色，好不好？继续补充颜色，等笔干了，我们再去补充水分。因为这朵花都很小，所以它用的水分不是很多，所以画了这么久，这个水分还是有。这个就是这个笔大的这个好处，只有这个笔的出锋大，你才可能这个笔里面能装下这么多水分。如果笔小，你肯定画一会儿，就里面就干了。好，我们补充这个花瓣，在下面我们再画一个大花瓣，那现在笔上稍微有一点干，我们就加一点水分了，好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先调一层这个藤黄，先把这个藤黄，现在我们要画这个下面的大花瓣，我们颜色要调到2/3的地方了。现在我们的颜色是要调到2/3的地方了，要调高一点了，因为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，画这个底下的大花瓣。然后我们这个深绿色也要调到笔的这个1/2的地方了，前面2种颜色都要调到2/3了。然后笔尖还是一样，调这个胭脂。来滚一个大花瓣，来加一点颜色，笔上的颜色不够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。这个大花瓣，好，我们的这个笔上没有干，因为这个大花瓣相对于我们平时画的这个大花瓣，它还不是很大，所以说它还没有把笔上的颜色给用干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再继续补充颜色，还可以继续画。
这边还有这个大花瓣，那这个大花瓣要有长有短有变化。这个花瓣让它伸出来，让它跳出来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把这里补上。可以再有一些花瓣，当然这个颜色有点深了，补一些这种碎瓣啊。你看这两个地方我们还要补充这个花瓣，还要补充花瓣。我们现在要调整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。笔尖要有深色啊，笔尖一定要有深色。看一下，觉得这个花瓣要在哪里补，我们就往哪里补，笔尖蘸一点深色去补。我们这里再来跳出一个，来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这个花瓣。看一下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个花瓣，这个花瓣来大一点。好，我们笔上如果干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水，回一下笔啊，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。来，后面我们需要加一层花瓣的，我们可以再加。我们再去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。让深的更深，调整一下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让深的更深。好，这个是一朵哈，这个是一朵，然后我们再画下一朵。我们画下一朵，下一朵的话，我们的颜色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变化，不要画一样的。下一朵我们不要画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好，我们那想要颜色有一点点微微的变化，我们先可以洗一下笔啊，洗一下笔。我们多蘸一点藤黄，洗一下笔，因为这个藤黄它本来就是一种实色，实色的话它就带粉状，这个藤黄它本来就有粉状，所以你不蘸这个底色，不蘸这个太白，它也可以，
你可以试一下哈。这个嫩绿色没有了，嫩绿色没有了也没有关系啊。我们调色的时候还是一样，藤黄调到1/2，然后调这个嫩绿色也是1/2，然后再调这个深绿色。如果我们这个嫩绿色没有了，我们就用这2种颜色画也可以，直接用这2种颜色画也可以。如果你水分大了，你可以在这个纸上试一下。如果觉得水分大了，你就可以在纸上把它水分沾掉一点点，然后你再需要补充颜色的就去补充颜色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下面这一朵，也是一样的包起来的，也是一样包起来。那我们先画一些这种，我们这一朵就不要蘸这个胭脂了，就不要胭脂了。画一些这个反瓣啊，画一些这个反瓣。好，这个侧面的这种反瓣，我们先画上面这一部分，让它一层层的包起来，小小的，有一些层次很小，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色啊，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不停的去补充这个深绿色，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把这个开始的这个框架先把它画好，先把它框架先打好。这一层小一点的，那我们可以来一层大一点的，让这个层次，这个可以点哈，可以这样子点，这样子点出来，这个花瓣就不至于说，每一层都是圆的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颜色，加一点藤黄。如果我们这个颜色，这个嫩绿色用完了也没关系，我们直接用这藤黄和这个深绿色2种颜色也可以的，就是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要求说一定要用什么颜色。好，这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包起来，这一层让它有一些很小的层次。用了很小一点的层次，笔尖蘸一点点深色就可以了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让它又有一层。好，我们画了这一些这样子的，那我们中间偶尔来一个这种比较特别一点的花瓣，让它大一点，让它伸出来。这个就是变化，我们有的时候画一下，我们要让它有一点变化。好，这个有一些花瓣让它这样子比较，就这样子跳出来，让它跳出来。这个外面还有一层这样子包过来。好，里面有更小的花瓣，2种颜色补充，有更小的这种层次。好，然后这一边。
啊，这样子包起来，这个就稍微比较正面一点点。这边的这个花瓣就大一些，这边就窄一些，让它有2种不同的这种姿态的这种不太，这个花瓣即使是反瓣也是有大有小。笔尖不停的要补充这个深色，只有笔尖有这个深色，你才能画出这种层次感。好，我们中间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。那我们还有外面展开的也有一些反瓣，也有一些反瓣。展开的我们就让它挑出来一个，然后我们同样的去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，补充里面的正瓣还是一样哈，颜色稍微的调深一点，颜色稍微调深一些。那现在笔上我们可以补充一点水分了。水分不要太大了，如果水分大了，你要在外面沾掉一点点，沾掉一点点。好，现在我们补充正瓣，颜色可以多调一点哈，颜色可以多调一点。然后笔尖要有深色，笔尖要有深色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来一点太清蓝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朵说了不用蘸这个，不用蘸这个胭脂，不用加胭脂，所以我们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太清蓝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补充它里面的一个正瓣。补充正瓣都是在这个最深的地方去补啊，这个缺口这里，从最深的地方2个反瓣之间最深的这个缺口这里开始去补。笔尖可以蘸一点点太清蓝啊。从哪里，就像所有的缺口，你从哪里补都可以，都没关系。你看，我可以往这里补，也可以往那里补。笔尖蘸一点太清蓝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直接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。当然我们要慢慢过来，让这个花瓣不要太圆了。我现在笔上也是很多水分的，也是水分比较多。就是一个刚画的、刚学的家人们，你们水分多，可能就很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。
但是你画熟了，稍微多一点还是可以掌控的。好，把这个花瓣来画大一点，这样子笔慢慢的让它过来，让它有一个大花瓣。当然，这个大花瓣中间会有一些这种，你看这些不一样的这种，我们要慢慢的过来，不要一下子画过来，一下子直接画一个圆，画一个圆的它就不好看。我们要让它有节奏，这一个花瓣要让它有节奏。好了，我们画了这一个花瓣之后，我们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可以蘸一点底色。你看我沾的这个水分多了，你就在旁边的这个废纸上沾掉一点点，还是一样，这个藤黄也没有了。那把这一点点剩下这一点藤黄全部调进去。来把这个，那现在没有藤黄也没有关系哈，我们就把这个深绿色调一层在笔的2/3调上来，深绿色调上来，笔尖让它有最深的，水分大了还是一样，沾掉一点点，尽量不要让笔上的水分太大了，然后再调这个太清蓝，再调一点太清蓝，我们画到最后就刚好，什么颜色没有了，我们也不加了，直接用这些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边来加一个花瓣，这个花瓣由大往小，就是我们一个花瓣，我们不要一笔把它画完，由大往小，让它有节奏感。笔尖来一点深的。好，这边再来超出来一点，又大一点，然后又小，让这个花瓣要有节奏。好，让这个花瓣往它后面，感觉这个花瓣是从它这里来穿插过来的，又多了一个层次，这样子显得花瓣更加有层次感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还要加一些花瓣啊，加一些这种层次。
啊，这个深色的还不够深啊，笔尖这个深色不够深。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。这边我们就不能超出这个瓶子了，这边就不能超出了，这上面是可以超出来的。啊，这里伸出，然后有一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下花瓣。好，这后面加一个。好，这看一下这个下面，我们再有些需要补充一点的，我们补充一点。啊，这两朵花有一点，感觉有一点这个平了，是吧？有点两个都在一个线上，在一个平行线上。那我们想要它有一点特别，我们可以把这里再加一个大的花瓣，再加一个大的花瓣，让这朵花变大，让这朵花变大，让它超出来，让它超出这一朵。这上面也加大的，这上面其实我这朵花直接这样子也可以的，我直接这样子也行，但是我为了要突出，要让它有变化，这样子就太平了，有点平。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调整。我们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好，我们笔上稍微加一点点水。加点水，然后调色。上面这个花瓣我们可以颜色不用调那么深，可以浅一点啊，可以稍微的浅一点点。来画一个我们平时两笔组成的这个花瓣。还有这个根部，两朵花衔接的地方。好，让它大一点，让这个花瓣跳出来。让这个花瓣跳出来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让它超出这个瓶子。下面我们这里再加一点花瓣，笔尖要有最深的颜色，可以一笔一笔的推过来。笔尖要有最深的，实在没有最深的，你蘸一点胭脂也无妨。
好，这一个就让它大。好，我们的花心我们用一点点胭脂吧，因为这个太青蓝没有了，那我们就用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也加一点最深的。这个地方也加一点，这样子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，不够深的我们可以再加一点，把这个白的地方稍微的灭掉一些，不要让这个飞白太多了，到处都飞有这个白。稍微的调整一下。好，这两朵，一朵大一朵小，一朵大一朵小。可以在这个瓶子里面可以画一些这种落下来这种小花瓣啊。落下来，落在这个底下，这里2个，这里1个，让它有一个对比，多的和少的这种对比，让它有一个多少的这种对比。我们继续画啊，继续画。还要画一朵这个半开的，我们再画一朵半开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画一朵啊，再画一朵小的，画一朵这个花苞，画一朵这个花苞，在这里画一朵花苞。好，我们现在不加底色了，直接调这个，把这个颜色没有用完的颜色把它直接调完，好不好？直接画完，画这个半开的，直接把这个画完。待会儿我们最后才画这个瓶子，再处理这个瓶子，我们就用这个深绿色和这个胭脂来画这个花苞，把这个花苞画在这个地方，把这个花苞画到这个地方。来，先来一个大的花瓣，来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胭脂。好，来一个背面的一个大的花瓣。就这2种颜色，现在就这2种颜色啊，盘子里就这2种颜色，我们就用这2种颜色，把这2种颜色用完了，画这一个花苞。好，这样包起来。让它有一点点这种感觉，一点变化。花瓣我们可以有一些可以碎一些。
啊，这个层次。现在因为笔上我没有蘸这个底色，所以显得水分特别大，水分特别大。但是水分大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，不能说水分大了我们就没办法画了，水分大也有水分大的这种效果。我们就注意它的大关系，大关系就是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花瓣的大小，颜色的这个深浅这种变化。补充颜色，补充里面的砧板啊。水分特别大，够不够颜色呢？好像有一点差。尽量这个颜色把它画完，颜色画完了，这朵花就这个半开的就不再加了，看它的颜色画到哪里就是哪里。那外面这一朵一定要超出来，这一朵哈，一定要遮住里面这一朵，所以我们把颜色弄深一点，用深一点。外面这一朵它是在外面啊，在外面的层次，在前面我们其实应该先画这个外面这一朵，应该先画这个外面这一朵。刚好这个颜色可以够了，水分很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分大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个花苞半开的这个花苞我们就这样子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个小花苞，我们要画一点这个叶子上去，画一点叶子。我们叶子也是用绿色，但是我们这个花也是绿色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区分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叶子要来一点三绿，来点三绿，来点这个朱标，就不要藤黄了，不要藤黄。如果加了藤黄之后，我们这个花和叶子就分不开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朵花的这个叶子的话，如果画叶子，我们就用这三种颜色：三绿、朱标、三绿加朱标，然后笔尖沾点胭脂，来画一下它这个枝干。好，从这样子过来，来画一下它的一个下面的这个飘带。
看一下，我们要配一点点叶子吧，配几片叶子就可以了。这里配一组叶子，这个叶子已经伸出去了，我们基本上看不见了，看不见。3组，画这个3组叶子。那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墨，笔尖蘸一点浓墨。其实这个嫩叶啊，这个嫩叶我们不用蘸墨也可以，但是为什么要蘸墨呢？因为这个花的颜色有一点像这个嫩叶子的颜色。蘸一点这个朱标，不蘸墨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是小花，所以我们用嫩绿、嫩色啊，就是嫩叶子的颜色。这一片叶子，一片。侧面的一个，好，再加一点颜色。好，这两组叶子，还有第3组。好，这个是第3组叶子。嫩叶子比较小，但是也要稍微的丰富一点。这里让他看到一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处理这个瓶子了。现在处理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块，这个瓶子的这一块。瓶子这一块要这个花干的时候处理，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不干，我们稍微吹一下。可以了，只要这个超出瓶子的地方干了就行，超出瓶子的地方干了就行了。好，我们来处理这个瓶子了。